201，城西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请通知事故组迅速赶到现场。Over。我叫薛灵巧，我已经行走人世间400年，不病不伤，不老不死。这400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自己永生的答案，却没想到有一天会躺在这里，等待死亡。放干血就可以杀了我，好像没那么简单。现场就是这种情况吗？对啊，我们来的时候那俩车已经撞了。快过来！你看这烟冒的，快！小芝，快过来！那女的就在那。小芝，你坚持住！我现场就看见两个人。来，再确认一遍，当时已经是这种情况。走啊，对啊，马上到医院了。对不起啊，是我来晚了，是我来晚了。来，赶快去封锁现场！快！小芝，坚持住，小心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具休眠体的名字叫做 Sleeping Beauty。它被人意外发现的时候呢，它躺在一具棺材里面，沉在了湖底。不过幸运的是，这具棺材的封闭性良好，所以棺材并没有进水。这具休眠体现在才可以重见天日。法医验尸鉴定结果为，它的死亡原因是由于颈部动脉被割断，导致失血过多，初步判断为仇杀。是谁？到底是谁放干了我的心？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凶手。开车回家的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2名货车司机当场死亡。目前，田径之已被送往医院抢救，生死未卜。不少田径之的男粉丝们在医院门口苦苦等候，等待偶像脱离危险的消息。第一新闻为您报道。为什么我能感觉到这个女孩的心跳？妈，晚上我不回来吃饭了。李先生，你放心吧，这件事只要在网络上一发酵，你就等着出名吧。那个男人还可以，我看过他微博，岁数大点儿，好像还挺有钱的。100年，只用了100年，这个世界就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好事好事，拍照。田小姐，粉擦太厚了。还有，昨晚周3必须得办出院手续了，好好休息。真的好假。睡觉还化个死人妆啊！别装了，
都说了，让你拿张轩轩代言的那款粉底，我代言的那款粉底，这化妆师都拿来给死人化妆呢。张轩轩代言的粉底，我用了，贵的就是好。你看看，肤色漂亮吧？漂亮。导演一看到你，一定哭着跪下来求你去演女一号。那是，你到底为什么装睡？刚刚护士还让我出院呢。你在这住了1个月还不够啊？你的粉丝在外面守了你1个月了，明明身上连个指甲大的伤口都没有，亲朋好友你都一概不见。难道你是想把这房间当龟壳，打算缩一辈子吗？别说那么难听嘛。虽然我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但是那2个卡车司机可是都死了。从车祸现场的照片来看，我至少得住3个月以上的院才像话吧。而且他们都误以为我伤情严重，所以才没有翻我被拒婚的旧账呀。而且人气上涨，哎，你说我是不是否极泰来，开始转运了？人家做胎梦啊，都是什么彩云明月入怀，什么麒麟呐，什么凤凰啊，轮到我，呵，好大一艘草船，上面插满了箭，一下子就撞进了我的肚子。生你的时候电闪雷鸣，你还是脐带绕颈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没有呼吸，抢救了2分钟才活过来。我告诉你啊，被阎王老爷摸过的小孩天生带衰，你就别指望着转运这件事儿了。哦，好了，这些事情从小到大你都给我讲过8000遍了。为什么心跳的频率是一样的？田小姐，你冷静一下，是做噩梦了吗？有人，我床前有个男人在那。检查一下房间。田小姐，你听，好强的心跳声，扑通扑通，你没有听到吗？听到了，田小姐，这是你的幻觉，请周3啊务必要去办理出院手续啊。护士长，你以为我是不愿意出院，所以才跟你恶作剧吗？我小学思想品德课可是全校第3哎。晚安。难道真的是幻觉？现阶段来看，是个容易掌控的倒霉女人。在这个陌生的时代，也许她是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来，跟我走。今天是这座晚清大宅时隔3个月后重新面向游客开放的第1天，欢迎大家前来参观。来，跟上啊，跟上。来，走走走，跟上后面。
边。我们接下来要参观的呢是这座晚清大宅的书房。这位大宅的主人生前非常喜欢看书，而且有相当的一部分书籍已经被收藏在博物馆里。另外，这位主人还非常喜欢摄影，是一位早期的摄影发烧友。来看过跟我往这边走啊，这边。辛辛苦苦找了你1个月，肯露面了。100年来都没有看过你，生气了？知道吗？我在博物馆躺着被人参观了很久，现在连房子也被人参观。我和你想的一样，我也想知道是谁害我。 不用担心，虽然失去了部分记忆，但是已经有线索了。这2个线索人物都和救活我的女人有关。如果想找到我的仇人，就需要先跟这个女人结盟。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女人太倒霉了。如果她一不小心死掉了，可能我也会死的。喂，你好。房租那么便宜，该不会是骗子吧？喂，你好。什么？要看投不投缘？哎，我投超缘的好不好？ 喂，你好。我告诉你生辰八字，你长个小人咋办呀？喂，你好。你好，听你的声音是田径直小姐吧？我超喜欢你的。你希望我的生辰八字是什么呢？我可以配合你的哟。看一下这个人八字怎么样？太老了。这个呢？小心被你克死。这个呢？崔健，你排第1，他排第2。啊。还有吗？ 死，烧个给我。叶琛，我听玲玲说你去见了田径直，他真的看起来状况很好吗？如果我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话，也绝对不会相信，活蹦乱跳的。 骂起人来还是跟以前一样有气势。蛋炒饭，25。我可以进去吗？不可以。幸好我提前得到消息，这菠萝台策划的整人节目，制片人没有一个有节操的。 太歹毒了，竟然使用美人计！他们去哪儿找的这个类型啊？完全就是为了消灭我而设计的嘛！哼！不过想要整我呀，你们还差100年呢。海贼王挺好看的。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我说了不可以进来的。听到了。你
是刚才那个人的双胞胎兄弟啊？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进来吗？不可以。那我不是。我们家门口那家咖啡还不错，我去给你买一杯啊。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你觉得你能跑掉吗？倒霉的小姐。你是那具休眠体？这位小姐，虽然是你救了我，但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救你。这对于我们两个未必是好事。哎呦我的娘老子，出车祸了！哎，那姑娘还活着吗？还活着，不过马上要死了。报警了吗？哎呦，先报警，先报警！哎呀，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死了，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活呀？哎，110吗？哎，对。哎，你个畜生！你放开那姑娘！你现在的心跳已经超过120了，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会飞吗？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当我吃了恶魔果实，那就等你当上海贼王了再来找我。那就来不及了。你能帮我吗？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可我们家住了很多人，没地方住的。这里除了你，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只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找到我要找的人就走，不会打扰你很久的。作为回报，在借住期间，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安全？你的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够倒霉的。我可不想你莫名其妙的被车撞死，又或者半夜无聊掉进下水道，摔死什么的。我是因为你的血才苏醒的，你若出事，说不定我也会有麻烦。好，住在这里可以，没问题。江湖救急嘛。不过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坦诚的来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彼此内心的真正诉求，还有生活习惯以及基本的背景情况。说人话。你是什么物种？从哪里来？400多年前我是正常人类，后来发生了一些怪事，于是我就变得不老不死。几百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没想到，
前些天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是关于端粒和端粒酶的。或许我长生的秘密就在其中。人类衰老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简单的说，我的情况可能是某种基因突变。你相信会有人不老不死吗？哦，惨了惨了，原来是精神科住院的病友。上回把我从下水道里救出来的神经病也是你，对不对？救命啊！我这是召唤出来个什么鬼东西？您吃什么呀？我比较喜欢人类正常饮食中的液体。比如说这个，你最喜欢的奶茶。您确定？现代人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你刚说是我的血把你救活的，那你是不是该喊我妈妈？如果说你没有献过血的话，至少也见过吧？没有知识也得有常识吧？哎，那你刚才还说后来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哎，停！千万不要说，知道的越少越安全。哎，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什么都没听到。老板，我查了一下他在医院的医疗记录，全部都是疗养，根本就没有治疗项目。果然呐。另外，这个叫薛灵桥的人，果然如您所料，几天前去黑市做过证件。不过，您是怎么知道他去黑市做的证件？我只是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一个人想要在现代社会生活下去，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身份。而这个人很聪明，又很骄傲，一定不会丢弃自己的性命。他居然没有死。薛灵桥除了去图书馆，有没有见过其他的人？没发现他在找人，这是薛灵桥近期翻阅的所有书的书单，还有搜索的上网记录。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干细胞研究所，丢失了10几年的记忆，原来是忘了我了。这一次，我绝不会失手。喂，好，我知道了。老板，刚收到消息，薛灵桥去了田径之家。田径之，你住这一间，平时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去我的房间。好，再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最好是苹果的。你在博物馆里面躺了那么久，这才苏醒1个多月，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电脑的？1个月已经足够我学会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了。从旧报纸上得到这100年的发展信息，说不定比你这28年学到的还要多。是，您是不老的妖怪，我当然不能比了。不过，你妈有没有教你不可以随便透露女人年龄啊？第一，我是人类，只是有些特殊。第二，我的母亲大人已经去世了几百年了。说的怪吓人的。对了，你可是研究中心花了大价钱租借回来的休眠体，而你明明是自己苏醒跑了，
有2个蠢蛋还以为你是被偷了，在到处找你。你刚才说的那2个蠢货，是你的第6任和第7任，对不对？真是个八婆的妖怪，这都知道。难道我已经红到你们妖怪界了？我说了，我是人。你这样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掉，真的很不地道哎！哎，叶人渣这次真是损失惨重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血让我活过来的？你就当是迟来的分手费，是这么说吧？谁的分手费会自己长腿跑到别人家来？你的。自辩。哦，对了，我知道你神出鬼没的，不过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头，或者突然从路灯下消失，我会被你吓死的。怎么办？对了，在线求助。有了，阳光，但他好像不是怕阳光的那一挂。妖怪最怕的是Round 1。电脑都装有木马软件，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生闲的吃饱没事干。我觉得是黑客干的，你还不知道啊？图书馆的监控系统也被入侵了，说不定是同一个人干的啊！你是说有一个变态偷窥狂在监视图书馆啊？哎，谁知道呢？赶紧修吧。 欢迎您在每周的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More Than Beauty》，我是你最帅的男闺蜜冯热热。
so hot。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3位非常美丽的女明星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她们的美丽故事。请3位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来打个招呼。嗨，大家好。真的是非常有精气神的打招呼的方式呢。有没有想让我们今天现场的节目更加的热烈呢？马上就进入 Modern Beauty 的现场连线环节，疯狂。OK， 接下来呢，就请导播为我们接通今天第1通的幸运观众电话。喂，你好，这里是 Modern Beauty 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冯热热。你好，是我吗？真的是我吗？我要找田径之，我要找莲花妹。田小姐人气很高啊，不愧是宅男女神啊。田小姐，是我呀，昨天的鸡仔啊。哇，连续2天打进我们的幸运电话，真的是太 lucky 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问我们的田小姐吗？我想问问你，真的不考虑我吗？你向我求婚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你的。而且我爸爸他……那个喂信号不太好啊。刚才由于这个信号的原因呢，非常遗憾跟这位幸运观众错失这个联络的机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导播我们接入第2位的幸运听众。喂，你好。家里来了个不明妖怪，做节目又遇到变态，这是要开启倒霉第2春吗？冯东东，你不是说你能听出那些变态观众的声音吗？你怎么还随随便便给我把那些得了失心疯的人给我接进来？对不起，田小姐，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解释，这是因为制作人跟主持人，我的双胞胎哥哥不和，故意让另一个助理导演，也就是制作人的表妹，放进来的。而且，就在刚才，制作人告诉我，以后取消节目互动，用不到2个助理导演，把我辞退了。可问题是，我跟我哥也不和啊。哎呀，这失去了一个专业背黑锅的好工作，还真是遗憾呢。田小姐，我还有3天就要交房租了。可惜我又不是你的房东，否则我一定会给你拖延1天的。田小姐，想到洞洞今后就不能端茶倒水10分左右，洞洞的心里真的好难过。田小姐，您上次说您需要个助理，1个月2000，报销30台方便面的事儿，还有效吗？可是上次你也说了，这点钱养狗都不够的。养狗不够，养我足够了，我又没狗吃的多。可是上回您还说了，能受得了我的人，打着东东都找不到的。哦，对了，上回您冯先生还说了，我这么抠的人是招不到助理的。钱小姐人见人爱，找个助理哪还要打灯笼？丢根骨头就一堆人都围上来了，汪汪！好吧，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想得到这份众人挤破头都得不到的工作，那我考你2个问题，通过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跟你妈同时掉进水里，你救谁？当然是救你。我妈要是掉进水里的话，我爸会救她，因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就问过我爸这样的问题。当时我爸的回答是，无论我妈跟谁同时掉进水里，我爸都会选择救我妈。所以你放心，我肯定救你。第2个问题，我跟你爸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你为什么会跟我爸在一起 ？Perfect， 恭喜你，通过了。啊？第1个问题，完美的解决了全世界男人谁都逃不过的老套问答。第2个问题，正常的逻辑思维，通过现象看本质，我欣赏。冯助理，欢迎你。
好吧，给你一个提问的机会，了解我，问吧。田小姐，你每个月的商业代言、杂志拍摄、录节目还有拍戏，这么多收入，也没多少花在衣服包包上吧？你为什么会整天都没钱啊？作为我助理的特权，我只告诉你，其实我在雇人挖井。挖井啊！嘘。好吧，干正事儿。合同我早就印好了。在这里按手印。看什么看，婆婆妈妈的。来，像不像个男人啊？田小姐，这么晚了，真的不用我打车送你回家吗？不用，明天提早餐来见。那个，你们聊，我先撤了。小直，有何贵干啊，李警官？别生气，我马上消失。你那车报废了，来回骑摩托车不安全，我的车给你开。
可能明白，宁愿来错。田小姐。 你是谁？请问这里是田小姐家没错吧？请问你是谁？我叫冯洞洞，我是田小姐的助理，冰冻的冻，因为我妈生我的那天下了好大的雪。钥匙门口站着一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猴子，你让他进来，他是我助理。进来吧。田小姐，你昨晚没睡好吗？折腾了一晚上。一晚上？不愧是田小姐，能找到这样身材好又帅的猛男。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知道的，我们家表兄弟加起来有18个，他就是18罗汉之一。你不用管他，他过2天就走。表兄弟，你是不是这两天论坛上热议的那个图书馆男神？还真是，哎，我说你能不能低调点？你也想进娱乐圈你？不能删掉。不能。用我无敌的黑客技术，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原图还在网友手上，他们还可以再发。你是黑客？一点点了。不过，如果表兄弟有任何电脑方面的问题，东东都可以随时候命的。谢谢。冯洞洞，别搞错了你的主子啊！田小姐，今天上午10点是角色的拍摄，下午4点是传说中屋子的试镜。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导演说了，非你不可。好没挑战啊！你也没演技啊。好帅呢！哎呀，这是哪里的图书馆？求剧透，求组团偶遇。老公，我想你，么么哒。你知道吗？网络传播的速度还真是恐怖。时间已经不再是我的优势。为了身份不被曝光，我必须加快脚步，找到仇人，找回记忆。你是不是
想问我查的怎么样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仇人现在好像已经知道我苏醒了，在暗中秘密地监视我的行动。等一下，我要去见一个人碰碰运气。至于好消息呢，我顺利住进了那个女人的家里，虽然她好像并不怎么欢迎我。不要过来！你走开！不要杀我！救命！救命！不要过来！救命！不要杀我！救命！不要杀我！好。导演，刚才我演的怎么样呀？挺好的，挺好的，回家等通知。啊，真的，谢谢导演啊，辛苦了，谢谢导演，拜拜。下一个转票，下一个。田小姐，事情怎么样？你受伤了？假血。不过冯助理，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非我莫属的女2号，导演喊了100多个人来试镜啊？满了？啊，最好的品种。不过田小姐，你买这个干什么呀？榨汁。神奇宝贝，我回来啦！今天有没有乖啊？那，你的晚餐。你的晚餐。你出去啦？我去见了一个故人。对不起啊。没关系。可看他反应不像是那个人。什么叫看反应啊？如果一个人看到了100年前被杀的人出现在眼前，那一瞬间的反应是不会骗人的。你的故人，你自己不认识吗？而且你的故人应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说的自己好像偶像剧女1号似的，总在关键时刻失忆。真失忆了？只是一点点。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点点？大概10年、20年的样子。停！关于你的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知道的越多越麻烦。我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最好。同样的，我的事情你也……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看起来你真的很爱他。我爱他？切，你哪只眼睛看着我爱他了？这个，我跟他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洗2份，一份他们家，一份我们家。不过还要谢谢你帮我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不然我真的会忘记把它丢掉。我看照片感觉到，这个人也真的很爱你。他爱我？好吧，我承认，在我们的姐弟之爱发展成倒霉的情侣之爱之前，我们的感情世界里充满了稳定的惰性气体。而这种感情一旦变质，惰性气体也变成了易燃气体，只要一点小小的火星就爆，把我们俩的感情轰得一点渣渣都不剩。
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剩的话，干嘛还要生气？生气？我一点儿都不生气。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两只眼睛都看到了。垃圾，你来扔！我到现在还爱他，是不是挺丢人的？你想不想飞？小云哥，小芝姐的住院档案拿来了。辛苦了。那个护士长啊，可真是厉害，就指着你笑啊笑啊，可是没有搜查证，一点都不肯配合警察办案。科长也真是的，一个搜查证都要搞这么久。小杨哥，有哪里不对劲吗？出血量不对，小直身上没有可以出那么多血的伤口。如果不是小直的血，那这些血很可能是刀切着的。有鱼仔，跟我去趟医院找这条裙子。好，我去开车。快。表兄弟，你要买相机啊？我可以帮忙推荐的。我叫薛灵桥。好的，大乔哥，以后大乔哥有什么需要动动帮忙的地方，千万不要跟我客气。表兄弟，最近怎么不去图书馆了？大乔哥当然不能再去呢，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粉丝在图书馆等着他呢。这还仅仅只是几张照片的影响力。要是我们大乔哥真的进入了演艺圈，说不定比田小姐你还要红呢。冯东东，我告诉你，我可是凭借实力打败了100多个竞争者，才得到了传说中屋子的女2号。可是啊，我怎么听说，全都是因为张轩轩小姐向导演力荐你，你才有机会。再给我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弄不死你的我！大乔哥，你再说一遍！大乔哥救我！大乔哥救我！你好，你说那位收藏家去国外了？
他多久回来？我希望尽快拿回玉璧。好。嘘，我没钱借给你，千万别跟我借钱啊！拜拜。线粒体别名 Powerhouse， 细胞的发电厂。线粒体每次分裂都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导致端粒缩短。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发电厂开始崩坏，直至完全失去了分裂的能力，人体也就完成了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只要细胞分裂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但是，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是有限的。可是癌细胞却是可以无限分裂的呀。很好的问题。癌细胞之所以可以无限分裂繁殖，是因为它们从正常细胞叛变为癌细胞时，带走了一个叫做端粒酶的帮凶。端粒酶在正常细胞中的使用是受限的，但是在癌细胞当中却能够修复因分裂变短的端粒。只要我们能够把端粒酶作用于正常细胞，把正常细胞变为永生细胞，那么人类抗衰老的问题就会得到质的突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比端粒酶更完美的修复酶，那么人类不老不死也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哟。什么时候来的？当你讲到，只要细胞的分裂速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的时候，那你的看法呢？我只希望人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处在一个正常可控的范围，可以维持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只有出生率没有死亡率的人口恶性膨胀，就像地球的癌细胞。有趣的见解，不过我研究的课题正是抗衰老和基因修复，把人类变成地球村上的癌细胞，就是我的梦想。言归正传，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告诉你案子的新进展。小哲的病历，看一下。出血量不对，这条裙子呢？是的，我发现出血量不对，就去医院找这条裙子。护士说这裙子不见了。你的判断是对的，现场应该有第三个人。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还是不对。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哎，你觉得哪种好？都不好。请你尊重一个敬业的女演员的表演艺术，好不好？你们演员入行没有门槛的吗？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我无法反驳，那是因为我的素养与谦虚。演戏谁不会啊？戏？No。怎么样？有没有被我出神入化的演技给惊呆了？你开心就好。什么态度？你这是？自恋狂！别关那个页面，我在想办法联系一个人。你不是不认识别人吗？他高祖父家里面有一幅画，他说，画里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如果真是这样，那有可能，在100多年前，我和他高祖父有交情，所以我想联系到他，看看他高祖父是否还有其他的遗物，或许能指引我更快地找到仇人，到时候很多事就会水落石出了。你以为
写剧本呢，这么巧。我又不是怪物，我怎么会知道怪物在想什么呢？怪物就在我们家呢。哎，徐妖怪，想采访你一下，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不老不死的呢？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妖怪，我跟你一样，我也……知道了，你是人嘛？哎，说800遍了，你气量真的很小哎。现代人都喜欢起外号，知不知道？哎，赶紧回答问题，徐妖怪。你不是说不想知道我的事情吗？是不想知道你跟仇人的事儿，但是为了艺术嘛，勉强可以牺牲一下啦。来吧，准备好了。老爷、夫人，神医请到了。来，神医。老爷、夫人，来这边请，快。快请，快请。神医请。犬子半月前上山打猎时被云豹咬伤，老农说伤口每日换药不沾水，静养即可。可犬子几日前突发高热，一直不退，这伤口开始变黑、腐烂。哎呀，这城中叫得上名号的郎中都请过了，可是犬子始终昏迷不醒，不见起色呀。您快给瞧瞧吧。怎么样啊？大人、夫人，请借一步说话。好，神医请。请。薛大人把其他郎中开的方子拿来我看看。好，小四，哎，快。都是止血消肿的方子，倒也没错。既然没错，为何犬子变成这样啊？人被疯犬所伤，毒液通过牙齿、口液传播，可患恐水症。云豹是捕猎高手，性情凶猛，它的毒液怕是比疯犬更加凶猛，也未可知。看令郎的情形，毒液已进入了肺腑。如果光割去腐肉，排挤脓液，也是光治标不治本，恕老朽浅薄。我从来没见过这等凶险的病症，恐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哎呀，神医都束手无策，看来犬子的命是真的保不住了。还请神医务必救犬子一命啊！笔墨。快！是。神医。这砒霜。乌头，这，我这个方子是剧毒之物，其药效凶险霸道，以毒攻毒，同时放血排毒、禁食，以参汤吊命。用不用，还请大人和夫人自己再做决断。哎呀，好吧，快去抓药。是，老爷，快。
爷请安。哎呀，又放了这么多血，人怎么能撑得住啊？神医说前3日都放半陶罐，之后就是每3日1次。刚刚公子腹痛难忍，疼醒了1次，又疼昏了过去。哎呀，好，走。是。神医啊，血乃人体之根本，这样还能活吗？撑过这3日，命能保住，血总能补回来。大人放心，连公子命大福大，定能撑过这一关。好。这是怎么了？啊！要不喝碗参汤试试啊？怎么样？慢着，下去吧。薛公子吗？是啊。走，快走！最近发生了何事？没啊，没什么事儿。他们不都爱嚼舌根吗？哎，公子，您不是要去茶楼吗？我们走。哎。他怎么没死啊？薛家公子啊，被豹子咬了以后又不好了，一点饭食都不进。每日啊，还要放1海碗的血，喝2碗穿肠毒药，不是变成怪物，还能是什么呀？哎呀，前2日啊，将军府上大晚上去退亲，出来也邪了门了。公子有什么吩咐？将军府来退亲了是吧？公子，您这是听谁说的？他们刚才说的你没听到吗？公子，您就别拿小的寻开心了。隔那么老远，周边乱糟糟的，能听到什么呀？您听错了。我邻居家的外甥女在薛府做丫鬟，也是这么说的。哎呦，真是！薛兄，哎，你叫他做什么？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薛公子啊变成了一个靠喝毒药过活的怪物，你怎么还敢招惹他？听说前几日将军府家的小姐刚退了薛家的婚，咱们哥几个之前个个都不如他。如今正是咱们找回面子的时候了。哎，他怎么走了？哎，薛兄，乔儿，母亲，您怎么来了？娘就是觉得有点闷，想跟你聊聊天儿。儿子知道母亲要问什么，不过美人丫头送过来又拿走的饭食，母亲不都亲自看过了吗？虽说普通的饭菜吃不下，但是儿子眼下这样喝着参汤还有菜汁，也可以好好的活着。婚退就退了，反正这也是一门没有见过面的娃娃亲，外面的人想说什么随他们说去。外面的人怎么说，娘都不在乎。娘就是让你快点好起来，还是让神医再想想办法吧。啊，夫人，公子，神医来了。神医，快请坐。夫人好，公子好。神医，请坐。今天感觉身子如何呀？我感觉一切都好。这怎么叫一切都好呢？
到现在吃不下饭食。你说这么大个个子，只喝些汤汤水水，这怎么成呢？是被那些汤药伤了胃肠，慢慢调理，急不得啊！我看看，哎呀，烧酒。这才3日，不可能啊！匕首，神医，不要怕。这得。过2日我便辞官，怎么回乡去？能让咱们回乡也就罢了，上头的意思要把乔儿给带走。老爷，要是乔儿被带走了，那就完了。不用担心，咱们就这一个儿子，说什么也要保住他。快，五排门都杀进去！等你们杀进去，怪物早就跑了。再过半个时辰，后门就没人守着了。到时候我带大家从后门悄悄进去。好，走，走，快！乔儿，这么晚了你……乔儿，你这是做什么？母亲大人，父亲大人，请听孩儿把话说完。如今孩儿身体异于常人，留在家中恐为家族留下祸端，后患无穷。怎么，你要走？唯有离开，父母才能过太平日子。我要寻遍名医，总不能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怪物，受人诟病。哪是什么怪物？娘懂你的意思，走吧，走吧。只要你好好活着，娘就无所求了。父亲、母亲大人，请你们恕孩儿不孝。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才能重逢。望孩儿好，保重身体。乔儿，乔儿，安心的走吧。这个是老祖宗留给娘的，现在替娘陪着你啊。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是药。按照您的要求，画好之后特地进行了搜救处理。好，薛灵桥那边怎么样了？他已经留言说想看看这幅画。把我回复的时候，小心被怀疑。他现在失忆了，应该比我们要着急。明白。
我的胸口不是公共设施。徐妖怪，我知道那个奇怪的心跳声从哪来的。这里，好像只要稍微的距离远一点，就会不安的跳个不停。由于是你救了我的原因，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心跳频率是相同的。只要靠近就能感知对方的存在，太近或者太远的话，就感受不到了。你对我也这样吗？只要你情绪波动大一些，无论多远，我都能感受得到。难道这就是电影中传说的心电感应？我更愿意称之为相互牵制的作用。那范围呢？不清楚。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往那边走。听不到，继续走。停，有了。大概100米就能听到你的心跳了。你再继续走，看看多远听不到。好。大概1公里就听不到了。已经很远了。现在心跳声还很大，继续走。能听到吗？能。你确定？继续走。现在呢？喂，喂，能听到吗？喂，再见！500公里以外的雪妖怪，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回来了，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大仇未报，需要想个办法，让他主动留下我才行。就这些。真的，田小姐怎么可能会被人威胁勒索？她不勒索别人就不错了。那我们家呀，小池的钱都到哪里去了？你听说过收入上了排行榜的女明星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啊？伯父，你对我凶也没用啊。田小姐对我也很抠门的，我每个月除了房租跟吃饭，都没剩下什么钱。就这么一点工资你都敢做，可见你对我们家小池图谋不轨。我这一点就看出你的人品，你的个性，糟糕死了。没有，怎么可能啊？这你还到了家里了，你还不说实话？你这……哎呀，行了，你已经把小池的8个助理都给吓跑了，还不够啊？东东，伯母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诚实又靠谱的孩子。别怪伯父啊，可怜我们天下父母心。
我们从小就想把小植培养成个名媛淑女，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在培养。我们希望她将来长大以后，能够成为闻名世界的钢琴家或者画家，然后嫁给身家只有几亿的老公，过上那种普普通通的平凡人的日子。可是我们管不了她呀。他还是要去做那个抛头露脸的艺人，所以今天伯母请你来家里，是希望你能帮我，不，是以一个母亲的名义求你。今后小植的一举一动，他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都告诉我们好吗？不行的，伯母，田小姐知道会扒了我的皮的。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一定不行，一定不行，真的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最近都没有打电话给我看八字，怎么放弃了？也是，像你这种超级倒霉体质，大概只能养一只不会死的妖怪在家才安全吧。好，换下一场。下一场，张馨予小姐。我先过去了啊。薛妖怪算不算啊？小植，呀，李教授，好久不见了。刚下班经过，看你在这边。我听叶琛说你恢复得很好。是啊，这什么事儿都没了。那些等着看我毁容的人都气得半死。哎，对了，安妮现在有10岁了吧？当初我跟叶琛分手的时候，她气着哭着都不肯见我们。现在应该长大气消了吧？我离婚2年了，安妮跟她妈妈去美国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没关系，是我对不起他们，只顾着工作，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对了，很多车祸之后都有后遗症，医院有时查不出来。你现在要是没事的话，不如跟我去一趟研究中心，抽个血，做个更详细的检查，就在学校旁边，很快。不用了，我没什么后遗症的。这后遗症刚开始症状表现的没有那么明显。真的不用了，我真没什么后遗症。那边可能会拍到我，我先过去了。李教授回见。哎，小植，你说，我对女婿的要求那么低，那为什么小植每次都嫁不出去呀？哎呀，你也别过度悲观。我们家妹妹的桃花运不断，之前还交了7个男朋友呢。那为什么每次都是分手告终呢？以后啊，她再遇到合适的人，就不让她分手，绝对不让她分手。就像你一样，当年死皮赖脸的牢牢抓住我。老婆大人英明。所以说呀，你不要过度的保护她，只要有几亿家产的老公，让她过上普通的日子，就让她嫁。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
这场车祸是人为蓄意造成的。我需要你配合找到所有可能会对这具休眠体感兴趣的研究所或个人机构。这个我已经在整理了，晚上发到你的电子邮箱。好。喂，怎么了？洗手间在哪儿？在那边。哎，你没事吧？没事，上火而已。你先走啊。萱萱，啊，是张萱萱，萱草妹，萱萱，萱萱。不好意思，让一下。好漂亮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叶老师好。谢谢。萱萱，帮我也签个名吧。不好意思，请让开，这是我的车。谢谢。张萱萱小姐，虽然你很漂亮，但是你也不能挡我车前面啊。叶琛，你下课了？这是你的学生们吗？他们超可爱的。你们好。哦，我和你们叶老师是好朋友，我们约了去吃饭。那今天我们就先拍到这里，好吗？是啊，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艺人也是要隐私的哦。支持你的。多谢啊。不过现在我们可以聊一聊叶先生性骚扰的事情吧。做女人真是辛苦啊。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聊一聊，张小姐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啊？以前你去拍摄场地接田径直收工的时候，我见过你。而且你劈腿的事情，人尽皆知。对了，你和我前女友不和，那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就有话可以聊了。我能理解你和她不和的原因。电视上看起来完全就是小仙女，既漂亮又可爱，像个芭比娃娃。但是私底下，脾气和嘴巴真的很坏，竟然到处说我劈腿。警察叔叔，这里有变态！张小姐，过河拆桥不好吧？对手之所以能成为对手，那是因为旗鼓相当。你瞧不起我的对手，也就是瞧不起我。警察叔叔，他刚刚摸我腰，还摸了他的鞋跟。萱萱，你用鞋跟踢他。臭小子，你到底帮谁啊？小乖，你活这么久，给谁熬过粥啊？
那就是没有啦。就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第一次做，可能不太好吃。你从哪个星球上学的黑暗料理啊？啊？我看书上说，米、水、盐，小火煮1个小时，哪里不对？你到底放了多少盐？书上说少许，所以比米放的少了一些。哼！这个咸度完全可以把我储存起来，时甚200年不化。连小叶那么笨的人都会。记得把碗洗了。已将画和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发过去了。好，明天的收网务必万无一失。小妖怪，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失败啊？活了500年，连个粥都熬不好。我不是厨子，有什么关系呢？倒是你，当演员竟然不会演戏。你说谁不会演戏啊？我现在就出门演戏去。你呢？不会在这准备熬1天粥吧？我告诉你，小心啊，别把我们家厨房烧了，要不然我要你的妖蜜。我联系上那个收藏画的人了，约了一会儿见面。失忆男主角，祝你好运。姐，你怎么来了？哎，姐，别，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逃课了，姐。之前逃课去院门口静坐，现在要跑来追星。金小比，你知不知道你明年就要高考了？你真的打算高中毕业后就去工地搬砖是不是？那不是静坐，是守护，是爱的守护。守护你个头啊！你跟变态有什么两样啊？你。需妖怪进入感应范围，他不会是要来偷偷探班的吧？难道是想当面嘲笑我的演技？天剑之，不要怕，你可以的，好好发挥。来了。走。
备，开机。3、2、1，开始。到底是谁把我变成怪物的？你不清楚吗？而且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心里没数吗？既然做了那么多，那么也不差这一件了。怎么是小匕首啊？怎么回事？小姐，天津之人。怎么回事？这是？快！送小医生去！快！你怎么回事你？老板，这栋楼是还没有对外开放的，不会有人进出。另外，我还在外面安排了人巡逻。拉出距离，不要靠近了。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骄傲的猛兽，等你冻上1天1夜，抽干你的血。我看你还怎么骄傲！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是道具师，事先准备好的没有开封的匕首，怎么就变成真的了？这不是我准备的那把匕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管道具，你不知道谁知道？灯光是知道，录音是知道啊！哎呀，真是有可能是变态粉丝，或者是其他跟田小姐不和的女演员做的。你这是怎么回事？导演，别再骂他了，应该真的跟他没什么关系。小芝，你的手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伤口不深，只要不沾水忌口，很快就好了。只是我的戏……哎呀，没关系，我先拍其他人的，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出来是谁做的。那什么，你赶紧先回家先休息休息。哎，谢谢导演。走。心跳怎么这么乱？这妖怪到底在搞什么鬼啊？停车！心跳声没了，难道薛妖怪在100米之内？田小姐，用下车吗？下车干嘛？我要赶紧回家养伤了。
走吧。不想让我看到你的狼狈样啊，那咱们就明天见。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猛回头》，我是主持人杨一飞，我是虞姬。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我们还在外工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重磅的八卦新闻要爆料吗？对，这里就是田径直受伤的现场。据说田径直在片场受伤，是因为有人把道具的刀换成了真的刀。幸亏只是歌手的戏，如果是捅心脏的戏，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是的，没错，今年真的是田径直的倒霉年呐，灾祸不断。我建议田小姐可以去找个大师帮您点化一点哦。不过听说警察上午就去勘察了现场，下午就抓到了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居然是田小姐的超级粉丝啊！什么倒霉年？本小姐活了28年，年年倒霉。你以为我就没找大师算过吗？井我都挖了3口，3口，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你？哈，那小学课本上还说呢，吃水不忘挖井人。我没亲自挖，那就不算了吗？还有啊，现在那粉丝那都怎么回事啊？你家里很穷吗？脑子有问题没钱治是吗？无论如何，这脑残片和变态片1日3次，饭后温水服用 ，OK？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老大，你们抓错人了吧？莲花妹是我的女神，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我只是去片场捡了一些莲花妹用过的东西，顺便在网络上炫耀一下。可换匕首真的不是我干的。薛妖怪怎么还不回啊？他不会看完那幅画，想起仇人是谁，自己报完仇跑了吧？耶！薛妖怪终于自己滚蛋了，我自由了！薛妖怪也太没礼貌了吧！好歹走之前跟我说一声是吧？害我一个人在这瞎担心。等等，我这是在担心薛妖怪吗？呵，这个笑话也太好笑了吧！哼，我巴不得他分分钟消失。哼，再说了，他这飞檐走壁的，也没有谁能对他怎么着。薛妖怪不会上当受骗了吧？哎呀，这毕竟没有上过几天网，还是太单纯，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相信骗子的话呢？哎，这骗子也是够缺德的，欺骗一个500多岁的老人家。咦，不过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应该立刻、马上、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羞辱他。行动！怎么一路过来，薛妖怪的心跳越来越怪了？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这田径直，你
可是来看笑话的，要摆正态度。但这一看就是没有启动的写字楼啊，怎么会有人约在这儿啊？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打不通？在电梯里？哎呀，徐妖怪不会困在电梯里了吧？不行，万一徐妖怪真的被人困住的话，周围肯定有敌军埋伏。走后门，嘿嘿。召唤飞天小蝙蝠。就是这里了。哎，田径之，你就可以当女特工了好吗？薛仁强，薛妖怪，薛妖怪。薛妖怪，薛妖怪，你在不在啊？在的话，你应一声。这阴森森，我挺害怕的。我在。薛妖怪，薛妖怪，你没事吧？好了。你等等，我报警。不能报警，你是妖怪。你等等我，我马上救你啊！下手这么狠！哎呦，我是没力气了。你不力气很大吗？
自己把它拉起来吧。徐妖怪，这超能力不抗冷啊！那怎么办啊？哎，你坚持一下，我马上想办法啊！徐妖怪，千万别睡啊！这一会儿它就暖和了。对，就这样。你一会儿暖和了就有力气了，坚持会儿啊！徐妖怪，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不能轻易的相信那些所谓的网友。那电脑前坐的是个人还是条狗，你都不知道。还有啊，以你的身体呢，你就应该随身携带暖宝宝。这暖宝宝是什么呢？就是你往身上一贴，一会儿就发热了。不过，想着你满身贴满暖宝宝的样子，哇，这妖怪就是妖怪，恢复的果然快。嘿嘿。哎呦，妖怪你！什么？跑了？对不起，老板，我们可以再找机会啊。你以为他还会再上当吗？已经打草惊蛇了，暂时不要再随便行动。好的，我明白了。是去救什么妖怪吗？跑腿纵火还伤风受寒的，哼，是我脑子坏了才对。感谢的话不用说了，救你我已经后悔了。我们谈谈。谈什么呀？关于你的一切我都不感兴趣。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希望你能尽快离开，别再给我添什么麻烦。哼，还说什么保护我？现在到底谁保护谁啊？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随随便便许下诺言，然后转眼就忘，反正也不用坐牢，是吧？哼，现在倒好，我受伤了，感冒了，也没有办法工作了。
你没事吧？我没事。明天就知道闯祸你啊！我们两个最近好像磁铁的正负极，无论什么事情都能碰到一起。这句话一般是用来表白的开场语。李警官，麻烦你配合一点儿，做出个期待的表情。证据不足，人可以带走，但是匕首上只有道具师和男主演的指纹，可金小饼还没有洗脱嫌疑。无论如何，多谢你了。等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小饼，那会是谁？真的只是有人蓄意报复，或是意外？我倒是觉得，这更像是警告。我会查清楚的，但是警察办案讲究的是证据，而不是猜测。怎么回事？我会保护你的。我问，这个是怎么回事？人类伤口的愈合需要时间，如果突然愈合，很容易引起怀疑。而且昨天的事情你也知道，在那种虚弱的情况下，我没法威胁给你。停！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关于你的冷门知识。第一，你是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物，没有意义。第二，你是地球上除了鸟、蝙蝠、蚊子、苍蝇和飞机以外唯一会飞。不对，你那也算飞？不是真正的飞，是通过肺部过滤空气中的氢气，再充满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以达到跳跃的高处和空中时间滞留的目的。而且根本不是我跳得不高，是你太重了。我知道了，你就像大街上卖的氢气球一样。另外，本小姐的体脂控制得非常完美，一点都不胖。好，没有异议。第三，你的血是可以治愈任何疾病和伤口的超级特效药，所以车祸后我不仅没死，还百病全消。你做了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每当我试图开口告诉你，你就捂着耳朵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你也应该把我的手拉下来，大声地告诉我嘛，搞得像偶像剧里面那些男的一直在那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女的就说“我不听，我不听”，然后他们就像复读机一样循环对白。你听我说，我不听；你听我说，我不听。有这个你听我说的时间，什么误会都解决了。什么是偶像剧？听起来好像挺有意思。就比如说你跟我俩从外形上来看呢，就是一部偶像剧；可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上来看呢，就是一部恐怖片儿。冯洞洞？不是，门口来了3个人，还有3个人在车里等。徐小怪，快躲起来！我为什么要躲？少废话，不然我分分钟收回你居住权！不是说和剧组的人员相处得很好吗？你到底是得罪什么人了？他才不会得罪人呢，平时可会装乖了，剧组上下都爱他，除了同组的女演员会不喜欢他。不过昨天就已经把有作案动机和时间的女演员都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死了都不知道得罪了谁。什么？你为什么非让自己的人生过得这么辛苦？普通一点不好吗？田小姐可以准备换药了。不用，那个，我觉得昨天那个医生的包扎技术非常好，我觉得我需要谨遵医嘱，明天我去找他换药。你确定你现在这个样子叫包扎技术很好吗？那
内容大于形式。我说不用换就不用换了，谢谢你啊，劳烦你费心啦。可是这样会感染的。哎呀，别管他，他就是个胆小鬼，怕疼，按着也得换。我说不换就不换。田径直，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啊？手心淋巴会变断什么，到时候会更倒霉啊！张轩轩，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放开，要不然……快姐，快姐，按住他，跟你绝交啊！别让他动，快姐，快姐，你放开啊！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碘酒没了？请，记得明天去换药。我明天一早就去。还有这辈子我最好的朋友，好好拍戏哦。我们谈谈。谈什么？你夺走我初吻的事儿。夺走你初吻？别给我装失忆。车祸的时候，被目击到强吻我的变态就是你吧？你知不知道初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我生命中最期待的美好事情之一，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你给毁了。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这样报答自己救命恩人的人吗？打个比方，当你喝酸奶的时候，你会不会问酸奶的意见呢？当然。你当然不会问，因为对你来说，酸奶只是食物而已，没有人会刻意去非礼食物。我之所以那么做，只是为了治愈你。你可以把我当成怪物。默认你的初吻还在。那你完全可以割破手指来救我。承认吧，你就是个表里不一、色欲熏心的混蛋。干嘛？我只有用舌尖才能控制愈合的速度。太好了，这样猥琐的技术还真是变态的福音。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谁会用这样的词语来称赞自己的救命恩人？我，占了我的便宜还喝我的酸奶，还想叫我感恩？不行，一定要把他赶走。什么基因突变的怪物，根本就是个大色鬼。可是我又不能直接把他赶走，他那么会耍无赖，我又打不过他。对了，可以向场外观众求助。轩轩，这就是我们家的后花园，很漂亮，还有这里全部都是玫瑰花，怎么样？非常好看。那我摘一朵给你。不行了，不行了，我头特别晕！哎呀！痛痛，要治疗。张轩轩其实是个超级大花痴，他会把血妖怪当宠物养起来的。叶人渣。教授，可以开始了吗？这个怪物的愈合能力很强，只有舌尖部位愈合慢。先把它的舌头切下来，来，放松，张嘴。不行，活体解剖太残忍了。
小叶。绝灵桥，你已经被包围了。我数3声，你举起双手，否则我们就开枪了。1、2、3。太慢了。不行，小燕她不能有事。算了，还是明天去问问大师吧。喂，好的，我知道了，你们继续找吧。别急，休眠体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的。这次是我太大意了，差点重蹈覆辙。不过没关系，他想抓我，我正好可以想个巧妙的办法，主动出击，引蛇出洞。这次又是田小姐救了我，不过她还是在想办法赶我走。你放心，用不了多久，她就会主动求我留下。